是万物之灵，古是天地之母。我本是一名专业的昆虫学家，却因为意外魂穿到修仙世界的一名古修身上，继承了原主能看见万物进度条的能力。在原主看来，这个能力就是个垃圾，可我了解后却是激动不已，翻箱倒柜的找出了纸笔，并在纸上写出了古方2个字，接着又写下一种名叫鲲的材料。很快，纸上便出现了进度条 1.5%， 果然不出我所料，古方也算是一种事物，自然也能看到进度条。这样想来就简单多了，自己只需要猜剩下的材料就行。若是进度不变，说明猜错了；进度上涨，则意味着猜对了。所以，当进度猜到 100%， 就意味着自己成功得到了一张古方。突然，我脑海中又是灵光一闪，将前世的种种写在纸上，居然同样能看到进度。这说明金手指对残方的判定标准，包括理论上存在，就是说自己完全可以通过这个金手指自创古方的，自创出这个世界还未出现的新古种。没有试错成本，研究古方只靠纸笔，自创古方对我来说只是干多久的问题。两世为人，灵魂强，悟性强，加上前世昆虫学家的身份，自己绝对能研究出了不得的古方，在这个世界大放异彩。想到这，我龙玄此时激动万分，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可练蛊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自己一个杂役又如何弄到钱呢？思考了片刻后，龙玄推开门向原主负责药园走去。这个药园或许能成为他的第一桶金。药园是一个龙姓古修的外人都称呼他为龙老。龙老来自一个名叫龙家的古修家族，奉命驻守在这个名叫大石村的村庄，替这个村庄抵御灵兽的侵袭。而大石村需要付出的就是过半的粮食。类似被龙家控制的村庄不知还有多少。龙老的药园面积很大，种植了超过100种的灵药，灵药品阶由低到高可分为1至10品，之后还有只存在于传说当中的地品、天品。龙老的药园虽大，但种的都是灵药中品阶最低的1品灵药。龙玄按照记忆中的指示，拎着一桶绿色液体走进这处药园。绿色液体是催熟液，给灵药用上催熟液，足以将灵药成长期限缩短一半。龙玄对这种催熟液很感兴趣，鼻子凑上前去嗅了又嗅，似乎想要研究出是什么成分。普通催熟液都能产生这么逆天的效果，高级催熟液岂不是能将1000年成熟期的灵药缩短至100年？他坚信只要知道这桶催熟液的配方，触类旁通，他绝对可以通过金手指研究出高级催熟液的配方。不过如何找到催熟液初级配方，就需要他从长计议了。龙玄收敛心神，舀出一勺催熟液，浇在一株名叫月光花的灵药上，成长度立刻由原来的 17.1% 变成 17.2%。龙玄看了一眼后，继续浇灌第2勺，进度又很快从原来的 17.2% 上涨到 17.3%。当他继续浇灌第3勺的时候，进度却毫无变化。龙玄若有所思，心中又想出金手指的第2个作用。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他又继续在另一种类的灵药上连续浇灌3勺催熟液，这次进度则出现3次变化。他又尝试浇灌第4勺，进度才停止上涨。果然如此，龙玄露出激动之色。按照龙老的吩咐，他需要每7天浇灌一次，每株灵药浇灌3勺。但现在看来，在用量上并不精确，或许浇灌的时间间隔也不够精确。灵药的种类是不同的，催熟液的用量自然也会有所不同。有的灵药吸收好，可能需要3勺，有的灵药可能1勺就够。在浇灌时间上自然也会出现较大差异，有的需要每7天浇灌一次，有的可能需要每5天浇灌一次。商家只能估算出个大概用量，出现浪费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多赚钱，他们甚至有可能会夸大用量，而龙玄完全可以因材施教，在每种灵药的用量上精确到极致，在施肥时间上也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不影响产量的情况下，这可以摊没一部分催熟液，意味着灵药在它的极限培养下成熟速度会远快于预期，一定时间内产量自然会超越从前。按照原主的记忆，龙老师用药园里的灵药来支付薪水，每段时间只需按时交付规定数量的灵药，多出的产量就当做他薪水了。原主工作越努力，赚得越多。若是偷懒导致产量无法达到规定数量，那么就要自掏腰包了。而龙老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随便原主在药园怎么折腾，他从未来看药园视察过一次，并且常年闭关。如此一来，这第一桶金不就有了？龙玄嘴角露出笑意，金手指果然没废的这个金手指不但不废，反而有点逆天。接下来一段时间，龙玄便待在药园里研究催熟液对每种灵药的最佳用量和最佳使用间隔，并将研究出的数据记录在纸上。催熟液对每种灵药的极限使用方法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只要按照我记录的方法使用催熟液，这个药园的产量足以再多创造出1/2的利润。这么高的分成，这炼制第1只蛊虫的钱是彻底有了。龙玄激动地紧了紧拳头，目光中露出期待之色。想想自己即将拥有人生当中第1只蛊虫，他便兴奋不已。时间一晃就已经1年过去，龙玄躺在摇椅上，身旁的桌上摆放的写满汉字的纸张和茶水。此刻他手中拿着一本书，悠哉地看着，吹着小风，十分惬意。而他手上此时拿着的是一本书皮，上写着长生经3个大字的养生功法。养生功法在这个世界属于烂大街的功法，所有凡人都很容易就能学到，几乎人手一份。这也是古修家族故意流传出去的，目的便是让凡人多活几十年，好为他们干更多的活，种更多的粮食。长生经共分10层，每修炼1层便可增长10年的寿元。原主修行资质普通，修炼速度很慢，唯独修炼烂大街的长生经是个100年难遇的奇才。古修境界由低到高可分为聚灵期、饮水期、临海期、出窍期。出窍期因是这片地域最强，所以又被称之为古王，而原主都15、16岁了，才仅仅是小小的聚灵初期，可见其资质。但人有短处就必有长处，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会给你开一扇窗户。原主修炼不行，但修炼养生功法却有极高天赋，其余凡人修炼长生经有生之年突破
都费劲。而他年纪轻轻，还未成年，便已经修炼到第10层了，凭空增长百年寿元。龙玄也是无意中发现长生经上显示的进度竟然不是100%，而是小小的10%。好奇之心的促使下，他研读了凡人其余种类的养生功法，然后开始按照长生经前文的规律尝试往下续写，甚至将其余养生功法的内容直接抄到后文续写功法。他当然是没有那个本事，但架不住他有一个金手指，若进度消失，就意味着蒙错了，那就删掉重写，反之就说明蒙对了，可以继续往下。蒙他爆肝1年之久，还真让他成功续写到20层，从第11层开始，每层可增加50年寿元。然而，一个已有的20层功法，在进度上竟然仅有20%，相当于残缺严重的残缺功法，真是见了鬼。他可是深知长生经在这个世界真的只有10层，甚至这片地狱都没有超过10层的功法。龙玄有些肝疼，才推演10%的内容就让他干了1年之久，后面的内容更复杂更高深，已经深奥到以他目前的学识无法继续推演下去的程度，明显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他实在不敢想象将长生经推演到100%需要多长时间，100年、1000年，甚至是万年。龙玄慢慢收起长生经，终于不再研究这个功法，寿元够用就够，毕竟是个以武为尊的世界，当务之急应该将第一支骨练出来，尽快增强自己的战斗力。这1年时间，他已经自创成功一种古方，方上的材料是组合不是排列，是不用讲究先后顺序的。考虑到新手前期资金短缺，开局就练出一种逆天蛊虫绝对是一种奢望，所以他自创出的第一个古方造价极为低廉。但别看成本低，由廉价材料炼制而成的蛊虫未必就很弱。他的理念就是强强结合未必会变得更强，用上某些弱小昆虫的基因，可能会发生非常恐怖的效果。蟑螂的战斗力是弱，但这个世界的人恐怕不知道，蟑螂是打不死的小强。小强可以承受自身上百倍压力，毫发无伤，不吃不喝几个月都不死，内脏被破坏不会死，还能断肢重生。就算把他的头砍下来，也能强撑9天。在前世某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地方发生原子弹爆炸，所有生物全死，唯独小强活了下来，简直离谱。小强的战斗力是不强，但这个世界可是有蛊的设定，通过将蛊虫寄生在体内，用气血灵力喂养蛊虫，反哺与宿主神奇的力量形成共生关系，互利互补。那人类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小强的不死之力呢？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灵力的世界，所有灵虫都拥有灵力，拥有灵力的蟑螂要远远恐怖于前世的蟑螂，灵虫蟑螂各项数据都要拉高，一旦炼成蛊，数据还要进一步拉高。不死在这个神奇的世界或许并不是空想。这龙玄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研究如何使人类拥有不死之身。考虑到由各种灵虫相互吞噬诞生出的能力是不可控的、不可预知的，所以龙玄在自创蛊方时，特意只在上面写各个种类的蟑螂，使各个种类的不死基因完美融合。他不太认为这样的蛊方会诞生出其余能力的可能。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经过这1年时间的积累，他已经积攒了不少灵药，只要脱手就能凑出炼第一支蛊资金。龙玄激动地站起身来，先是走进药园，将所有带100%数字的灵药拔出，装进储物袋里，并重新播好种，就急匆匆地出门了。他准备将灵药带到附近的集市卖掉，今天就尝试炼。他已经迫不及待了。距离集市很近，龙玄大步走，半小时就到了。龙玄首先找到一家商会，卖掉了所有灵药，共赚307块下品灵石。不过又在这里购买所创蛊方上的材料和10个炼蛊用的蛊钟，瞬间花了个七七八八。龙玄也没想到一品灵药的售价竟然这么低，满满一储物袋的灵药竟然只卖了307块下品灵石。一打听才知道，低品阶灵药没有环境限制，可以大规模种植，雇佣一群凡人，基本上想种多少就种多少，所以一品灵药现在早已经烂大街了，根本不值钱。或许他就是偷摸把药园里的灵药拔光跑路，龙老估计都不会心疼。认清这个现实后，龙玄也只能怀揣仅剩的10块灵石去逛这个热闹的集市，也不知10块灵石能买什么。散修身家穷，摊位上基本没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但散修喜欢到山林深处冒险，捡到的东西也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有。若说完全没有好东西，那绝对是不可能的。此时龙玄便又发现了金手指的又一种作用，摊位上所有宝物，他都是可以看见进度的，千万别小瞧这个能力，他可以判断出很多东西。比如进度无限接近100%玄铁，龙玄严重怀疑玄铁的进度一旦达到100%，会变成玄铁金，到时候价值会翻上100倍不止。可惜哪怕普通的玄铁他现在也买不起，只能无奈放弃。10块灵石能买什么？他忽然发现穷逼逛街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他的身家除了10块灵石，也就那只灵鸡和20层的长生经能拿出手了。鸡哥能省下打药钱绝对不能卖，长生经又不敢卖，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增加寿元更有吸引力了。他的长生经一旦拿出来，足以将那些快入土的老怪引过来。龙玄在各个摊位巡视半天，最终在一个老者的摊位前停下脚步，目光停留在一个破碎的蜂巢上，见有顾客驻足，老者扬起头笑道：“这是中品灵虫荆棘蜂的蜂巢。中品灵虫的恐怖之处，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为了得到这个蜂巢的蜂蜜，老朽可是拼了老命才得手。蜂蜜有养人的功效，我另有用处，但蜂巢里还有不少蜂蛹和荆棘蜂。看你年轻，我便宜卖你吧，100块灵石怎么样？”闻言，龙玄不动声色，但心中却是暗喜，这个老头果然打眼了。尽管他也见识短浅，不知道这个蜂虫是什么品种，但绝对不是什么荆棘蜂，肯定是和荆棘蜂长得很像的高等品种无疑。这怕不是上品灵虫，可群居的上品灵虫在这个世界可实在太少了。
在方氏百年难遇，龙玄对这对未知蜂虫志在必得。他的金手指能轻易配置出适合各种灵虫的饲料，他早就计划好要养殖灵虫了。龙老的药园里全是花，正是养蜂虫的好场地。蜂虫的食物来源问题可以直接白嫖，等养到一定规模后，便可以通过售卖蜂蜜赚零食，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财路。打定主意后，龙玄深吸口气：“你是不是看我年纪小好忽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里面的蜂蛹和蜂虫全死了，只剩下2只半死不活的。而且群居灵虫的战斗力远低于独居灵虫。若是荆棘蜂有成千上万，可能极品灵虫也要暂避锋芒。一口价10块零食，你不卖我立刻就走。”哎呦，我见过砍价对半砍的，你这直接砍到1/10的，我还是头一次见。我可没有骗你，这荆棘蜂真是凶得很，可是耗费了我大半身家才得手，哪怕是只卖100块零食，我也是亏了。你这直接给10块零食，还不如直接把我杀了。闻言，龙玄心中想笑，那可是上品灵虫，能不凶吗？也算他命大。好笑你损失惨重，和我有什么关系？别怪我没提醒你，这2只蜂虫的情况很不妙，好像活不了多久的样子。拖越久，砸在手里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在出售至少还能有10块零食。若长时间无人问津，让这2只蜂虫死了，那你真就1块零食都卖不出去了。龙玄的话算是完全戳中了他的死穴，他表情犹豫不定，纠结了良久后，最后咬咬牙，肉痛地道：“拿去，算你蒋家厉害。”龙玄掏出仅有的10块零食，也是肉痛模样的扔到摊位上，顺手将蜂巢捡起拿在手中。他的眼光来看，蜂虫之所以会是这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完全是因为这个小老头太抠门，将所有蜂蜜掏光，活生生饿成这样的。蜂巢里那些死去的蜂虫也可能是活生生饿死的，只要蜂蜜让这2只蜂虫重新活过来的问题应该不大。龙玄还真怕这2只蜂虫会立刻饿死，于是将蜂巢装进育虫袋里，就尽快离开了。龙玄快马加鞭赶回家中后，立刻将蜂巢挂在药园旁的一棵果树上。药园里的花可不是野外普通的野花，那可是一品灵药，花香是何等的浓。当花香飘进蜂巢的那一刻，那2只萎靡不振的蜂虫顿时精神起来，瞬间满血复活，急不可耐地飞出蜂巢，双眼放光地飞向那片花海。2只小蜜蜂欢喜地扑向一朵红色的花朵里，又很快飞出，钻进一朵紫色的花朵里，疯狂采集花朵里的花粉和花蜜，忙得不亦乐乎，哪还有刚才半死不活的模样？见这一幕，龙玄也就放心了。这个擅长玩虫的世界有很多培育蜂王的方法，他只等将2只蜂虫培育成蜂王后，使他拥有吃不完的蜂蜜。说起来，他还真好奇由灵药花蜜制成的蜂蜜是什么滋味的。之后，龙玄将购买的灵虫从育虫袋里取出，瓶瓶罐罐很快摆满了整张桌子。望着摆满桌子的虫罐，龙玄心跳有些加速，准备炼制人生当中的第1只蛊虫。他的心情又紧张又亢奋，内心十分的不平静。这是他自创的蛊方，是他的独门蛊方，蛊方上足有100种材料。这个蛊方会诞生出怎样的蛊虫？他很期待。炼蛊步骤很简单，只需将蛊方上需要的灵虫全部集齐，然后放进蛊中里饿一段时间，迫使其相互吞噬，假以10日便可成蛊。若是一些不喜争斗的虫种，还需要一些别的手段激发其体内的凶性。不过这些手段就暂时不是他所能了解的。龙玄完全不知道这个蛊方的成功率是多少，只是准备了10份材料，购买了10个用于炼蛊的蛊中，打算同时炼蛊。很多蛊修都是这么炼蛊的，广撒网捞大鱼，而且节省时间。值得一提的是，蛊虫同类相食，因此每个蛊修同种蛊虫只能养1只，如果炼多了，只能尽快交易出去。然而很快龙玄便发现自己的准备貌似多余了，他又发现了金手指的另一个作用。炼蛊时在蛊中上也是能看到进度的，一旦进度达到100%，便是蛊成之日。那问题来了，如果一个蛊中里的灵虫注定不会成蛊，那还会显示进度吗？那可以显示进度的蛊中是不是一定会成蛊？而没有显示进度的蛊中是不是注定会炼蛊失败？那他是不是可以将没出现进度的蛊中立刻打开，然后找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重新炼蛊，直到蛊中能看到进度为止？龙玄的头皮要炸了，也就是说，他炼蛊的成功率可能会是100%，完全不用像其余蛊修那样去赌那该死的成功率，不用担心浪费材料。他觉得自己可以挑战一下，成功率是0.10000的逆天蛊方了。龙玄呼吸急促起来，这个金手指的作用有点逆天了。时间一晃，7749天过去，龙玄的10个蛊中终于有了动静。10个蛊中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变化，10只红色的小强先后从蛊中里爬出来，果然10个蛊中全部成蛊了，没有炼废任何材料，成蛊率100%，这在其余人看来完全是不敢想象的。龙玄兴奋地跑过去，拿出蛊罐扣在其身上，分成10个装好。他可没忘记蛊虫的禁忌，同类相食，为避免它们相互吞噬，必须第一时间将它们隔开。做好这一切后，龙玄这才有时间拿到镜子前仔细研究。他早已经为在这个世界第一次亮相的新蛊种命名为小强。龙玄用针扎破手指，将一滴血滴在小强蛊的头上，简单的完成血气仪式。当与他建立灵魂联系的那一刻起，尽管龙玄无法与他通过语言交流，但还是通过灵魂的力量，很快就知晓了他的能力。事情也果然不出他所料，由100只蟑螂炼成的蛊虫，拥有的能力就是小强的不死能力，当然不是绝对的不死，因研发资金太少，用的都是最普通的材料，能杀死小强的力量还是太多了，但可以总结为同阶的常规打击能力不死。真正做到不死之身，恐怕需要用到极品灵虫蟑螂炼蛊才有可能。用下品蟑螂炼出的小强蛊有太多手段可以杀死，远远不是什么不死之身，说是更抗揍才更形象一些。抗揍能力在大族眼中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散修世界里，这绝对算得上一种相当不错的能力。龙玄已经很知足了，他就从没想过要用一堆最便宜的材料创造出真正的不死之身，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他满意的将小强蛊放在手掌中央，对于这个处女座爱不释手。按照这个世界对蛊虫品质的划分，他的小强蛊应该属于下品蛊虫。这个世界蛊虫的品质分为下
下品、中品、上品、极品。极品虫是蛊中之王，是所有蛊修最渴望得到的东西。所有蛊修的梦想就是有生之年练出一只极品蛊虫。每只极品蛊虫都对蛊修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但极品蛊虫炼制难度极大，拥有者极少极少。龙玄就立志要自创出一种极品蛊方，炼制极品蛊虫也是他的梦想。他自然不可能第一次炼蛊就炼出极品蛊虫，蛊虫的品质由蛊方中的主材而定。所谓主材就是蛊方中的所有灵虫，经过相互厮杀，一定能笑到最后的那一只灵虫。主材必须是蛊方所有材料中战斗力最高，一定能留到最后，否则主材死了就意味着炼蛊失败。若主材是极品灵虫，那炼出的蛊虫便是极品蛊虫。同理，小强蛊的主材用的是下品材料，那不管能力有多奇特，也要被划分进下品蛊虫。但在龙玄看来，尽管小强蛊属于最弱的下品蛊虫，但它的抗揍能力可能比中品蛊虫还要实用。但同一种蛊虫只能用一只，这次炼蛊出了点小意外，导致多炼出了9只，对剩余9只小强蛊如何处理成了难题。总不能暴殄天物，喂食给鸡哥。思来想去，龙玄决定还是像其余散修那样把多炼出的蛊虫卖掉。时隔1个多月，龙玄再次回到这个集市，只不过这次的他不再是买家，而是光荣的成了一个小摊主。第一次摆摊，摊位上的东西是少了点，看上去有点寒碜，但来日方长，他摊位上的东西早晚会丰富起来。之后，他将写着小强蛊作用和价格的牌子放在摊位上，等候第一个买家的到来，静等愿者上钩。他的到来也立刻引起其余摊主的注意。仅坐在他右边的摊主是一位精神抖擞的老者，看到他摊位上摆放的东西后，于是开口：“下品蛊虫吗？”但好处也不是没有，没人会了解一个刚问世不久的新蛊种，更不可能知道克制它的方法。危险往往就来源于未知，拥有一只敌人从未见过的蛊虫，往往可以出奇制胜。他准备去和一个死对头单挑，最了解你的永远是你的敌人，死对头知晓他所有的底牌，那么拥有一只对手绝不可能了解的蛊虫，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李二牛露出感兴趣的神色，看向龙玄问道：“你的小强蛊可以让人拥有不死之身，可是真的？”别，我可从未这么说过。龙玄连忙摆手否认：“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仅仅是同阶的常规打击不会死。毕竟是下品蛊虫，同阶有太多可以杀死你的方法，比如你的心脏被人一剑刺穿，只要有小强蛊就不会死。但如果你的心脏被人搅成碎片，又怎么可能不会死？小强蛊还没逆天到瞬间将你心脏复原的程度，但只要你不断提高小强蛊的成长度，它对承受伤害的极限会越来越高。小强蛊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都吃，包括纸、皮革、棉毛、木屑都吃，你完全不用为它的食物问题发愁。”闻言，李二牛的眼睛亮了亮，这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优点。蛊虫这东西可是非常金贵，吃的东西也千奇百怪，甚至有的蛊虫专吃黄金灵石灵药，这些昂贵的东西往往能将一个富裕的蛊修吃垮，不挑食绝对算是加分项。那也不错了，毕竟只是个下品蛊虫。如果你真说它会让人拥有绝对杀不死的力量，那我也不会信。这个小强蛊我换了3块中品灵石，你收好。李二牛将3块中品灵石扔在摊位上，就二话不说带着手中的蛊罐离开了。1块中品灵石顶100块下品灵石，龙玄的储物袋空间不大，他也更愿意收中品灵石。开张成功，龙玄欣喜地收起3块中品灵石，随口吆喝一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上好的小强蛊来看一看，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见半天无人过来，龙玄就转头看向刚刚和自己对话的那位老摊主，打算卖给同行试试看。老人家，我这小强蛊有什么作用？想必你也看到了，你年老想必腿脚不好，买我的小强蛊正好可以上一道保险，相遇便是缘。看你是我邻居的份上，我便宜卖你，就收你299块灵石好了。李老道顿时吹胡子瞪眼，好你个小鬼，竟蒙骗到我头上了。我可不信你的小强蛊真有这种能力。尽管不会让宿主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不死之身，但他的能力还是有点可怕。你可知这种能力的实战效果有多恐怖？打斗时完全可以和对手以伤换伤，战斗力凭空增长1倍，一点也不夸张。这哪是下品蛊虫能拥有的能力？你的小强蛊真有这种能力？在中品蛊虫面前，我宁愿选择你的小强蛊，你不信？龙玄斜眼看了他一眼，笑道：“我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我的小强蛊有断肢重生的能力，你现在当场剁只手，你看我能不能把手接上就完了。”剁手？李老道当然不会同意，小强蛊没有断肢重生的能力，那他将手剁下来岂不成傻逼了？要验证小强蛊的能力，何须剁手？我一验便知。李老道被激将成功，决定无论是真是假，都将小强蛊买了，当场验证他的能力。若所言有虚，就当场算账，还能在他眼皮底下跑了不成？老道直接走到龙玄的摊位前，随便抓起一个蛊罐，打开蛊罐，看也不看一眼，就直接将里面的小强蛊血气，只要和蛊虫建立血气联系，那主人可以清晰知晓他的能力。通过灵魂传来的信息，李老道的表情很快怔住，脸色变了又变，渐渐露出不敢置信之色。怎么可能？明明是很弱的虫类，怎么可能会拥有这么可怕的能力？李老道轻喃出声：“行了，既然你已经血气了，那就赶快交灵石吧。看在邻居的份上，只收你299块灵石。”龙玄打了个哈欠，不停催促道。李老道看向龙玄，这时候再看向他的眼神已经不同了。创出如此蛊方的人绝非池中之物，此时他已经生出结交的心思。呵呵，算老朽眼拙，没想到弱小的蟑螂也能用来炼蛊，我也是大开眼界了。果然不能小觑天下任何虫类。不过我刚刚幸好没听你的话，剁手。这个小强蛊虽然真有让人断肢重生的能力，但还没夸张到瞬间复原的程度。断肢重生是个极缓慢的过程，可能需要花上几年时间。如果真听你的话，把手剁下来，那我的麻烦可就大了。人在蛊界身不由己，谁还没个仇家？李老道同样在龙玄的摊位上扔下3块中品灵石，笑着说道：“这么快又开一单？”龙玄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见龙玄
没有继续说话，升起姣好心思的李老道则继续搭话道：“我可是做了你的生意，礼尚往来，你是不是也要照顾一下我的生意了？我的蛊虫虽然不是独门蛊虫，但绝对是这个集市最凶狠的蛊虫，包你满意。”闻言，龙玄也是来了兴趣，转头向他的摊位看去。相比于他摊位上那寒碜的个位数卖品，李老道摊位上的东西可就太丰富了，几乎快要摆满全是装着各种虫子的瓶瓶罐罐。只不过他的瓶瓶罐罐一个比一个小，里面的虫子也一个比一个小，竟然全是用于寄生的内蛊。只不过他的内蛊对宿主没有任何好处，全是用来寄生到敌人体内，用来害人的。正是因为不自己用，所以不占名额，想养多少就养多少，属于消耗品。值得一提的是，蛊修前期灵魂薄弱，能签订血气的蛊虫是有数量限制的，每个蛊修的名额各不相同，和灵魂天赋有关。但据灵期蛊修平均能在4个名额左右。当然，龙玄两世为人可以同时签订血气的蛊虫数量可能比常人多，甚至多2倍以上。大部分蛊修签订血气的蛊虫数量十分有限，必须精打细算。而用来害人的内蛊是唯一一种不占名额的蛊类，所有蛊修几乎都会养一些。这个李老道竟然喜欢练这种蛊虫，绝对是个老阴笔，应该对他加以小心了。龙玄立刻对此人升起防范之心。再看虫罐上对瓶内蛊虫的介绍，龙玄顿时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石头蛊形似石粒，常放于满是碎石的路上，行人路过，石头蛊便会跳进行人体内。中蛊者小肚坚若磐石，大便便秘，人也会越发消瘦，不出半年必亡。米粒蛊形似米粒，常放于敌人米饭中，中蛊者食欲暴涨，常吃不饱，精神失常，若无解蛊之法，1月必亡。犹大蛊常常于指甲缝隙近距离接触目标，或拍肩或握手入目标体内部侵染血液后，会吃光目标体内所有内脏。中蛊者往往撑不过1日。望着一种比一种残忍的死法，龙玄脸色微变，这是他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世界的蛊险恶程度。就比如这个石头蛊和石子长得一模一样，根本无法分辨，而他回村的路就到处是石子，这要是谁在他回家的路上放几只石头蛊，那还了得。想想这可能发生的一幕，龙玄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他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是石子，哪个又是石头蛊，再怎么小心都没用。这还仅仅是最普通的石头蛊，比石头蛊更隐蔽的蛊虫还各种下蛊之法五花八门，根本防不胜防。他又该如何去防备？要知道细菌病毒他现在都是看不到进度的，意味着太小的东西金手指无效，很多几毫米小的虫子离远处他根本看不到进度，只有距离很近他才会看到进度。防备下蛊之法，哪怕他的金手指也帮不到他。龙玄此时是真的怕了，这是足以要他命的东西，而现在的他却毫无反制手段。谁要是偷摸给他下蛊，那他还真没那个自信能逃过一劫。不行，显微蛊的研究必须提上日程。补第2只蛊虫就该练显微蛊了。没显微蛊，那些用来阴人的小虫子根本无法防备。只要显微蛊出来，将再也没有人能给他下蛊。此时龙玄心中已经下定决心，第2个课题专攻对显微蛊的研究。重活一世，他是真的怕死，任何有能威胁到他人身安全的因素，他必须重视起来。再次忌惮地看了那些蛊虫一眼后，龙玄对李老道说道：“不了，我对这类蛊虫没兴趣。他现在的资金另有用处，不打算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而且就算他想要这类蛊虫，也打算通过自创的方式获得。只要显微蛊一出来，他就可以研究出微生系蛊虫。微生系蛊虫可是小的，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可以光明正大的直接飞进敌人嘴中而不被察觉。到时候想害谁就害谁，谁能反制？论隐蔽性，天下又有何等蛊虫能比微生蛊更加防不胜防？石头蛊在微生蛊面前就是弟弟。接下来一段时间便不再有顾客上门。眼见无人，龙玄也就收摊了。尽管还有7只小强蛊没有卖出去，但今日好歹赚了6块中品灵石，相当于600块下品灵石。这对于一个穷散修来说可不是比小数目。龙玄已经很知足，怀揣巨款，他也终于有底气去淘宝了。龙玄迫不及待走进方室深处去寻那块玄铁盒，让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上品灵石。而时隔1个半月，又岂是那么巧就能再次碰到的？每个蛊修都忙于修炼，忙于去野外收集资源，不可能天天在这里摆摊，能否碰上只能靠运气。寻找一圈无果后，龙玄只能失望的放弃。看样子自己并没有那个主角光环，不过也无妨，宝物多了去了，即使哪天不流入一堆新的摊主和新的宝物，宝物是无穷无尽的，旧宝不去，新宝不来，新流入的宝物未必就比旧宝差。龙玄调整好心态，就向一家占地面积大的出奇的店铺走去。前段时间这里新入驻一家商会，是做化石生意的店铺，院子里堆积了数不清的化石。在这个世界，灵虫的获取来源有很多，其中一个获取灵虫的方法就是赌石。这个世界每过一段周期就会进入的冰河时期，其实在这个世界也有，而且会更加寒冷。在这段时间内，气温骤降，寒流侵袭整个世界，整个地表被大雪冰川覆盖，整个世界至此大地将迎来永冬。在无数岁月里，大地将不再迎来一天温暖。在这段时间内，地表植物被大规模冻死，大地将不再生产食物，天下生灵要么冻死，要么饿死，万物生机断绝，不知有多少种类要灭绝。在冰河时期，能幸存者寥寥无几，而虫类算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类生命体。冰河时期来临的时候，全世界的虫类都会在高阶灵虫的带领下爬入地下，进入休眠期，同时体表会裹上一层厚厚的石衣，以隔绝寒气的侵蚀。进入休眠期的虫类会陷入假死状态，身体一切机能停止运转，可以一直不吃不喝，能量消耗暂停，寿元也将静止，可以撑过无尽的岁月，直到有外来因素打扰他们才会苏醒，慢慢从石衣里爬出来。而当他们再出来，世界可能过去千万年甚至100亿年的时间了。这些内部有古老灵虫的石头则被古修称为化石，化石里的灵虫距今都太遥远了，很有可能出现稀有品种，甚至出现早已经灭绝无数年的品种，价值巨大，一旦发现便可轻松报复。然而不可能所有灵虫都能撑过冰河时期，大部分灵虫哪怕有11御寒也会被冻死，能撑过那段时期的灵虫少之又少。
所以大部分石头里都是死虫，在无尽的岁月里早已经成了真化石。有活虫的石头百不存一，而掌握化石矿脉的势力，为了利益最大化，便将所有化石拿出来卖，将风险全部转移到他人身上，是亏是赚就全靠个人的运气了。由此火爆全世界的赌石行业应运而生，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麻布，这个行业玩的就是心跳。尽管大部分人都是亏的，但广大赌修还是乐此不疲，妄想运气站在自己这一边，可以开出逆天品种，一夜暴富。赌石是存在一些规律，可以通过石头纹理估算出里面是否有活虫，因此出现很多赌石大师。但哪怕这个世界最厉害的赌石大师，也仅仅是比别人多几分成功率，没有人可以完全判断出石头里面到底有什么是死虫还是活虫。但今天这个赌石店却进来一个例外，在龙玄眼中，那些看不到进度的石头自然没有虫，而能看到进度的石头里面自然就有虫了。而且小数点后数字越多的石头越是好货，整个赌石店的好料就跟白送给他的一样。龙玄嘴角勾出一丝笑意，继续蒙着面自信满满的踏步走了进去。这家赌石店很大，分为好几个大区，卖相好、出虫率高的化石被集中堆放在一个区域，售价很高；卖相不佳、更容易出死虫的化石则被集中堆放在另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占地面积最大，这里的化石也更加便宜。聚集在这个区域的人是最多的，贪小便宜捡漏是所有人的心理。他们拿起化石又敲又摸，要仔细研究大半天，最后还要犯选择困难症。因此，这里人虽多，但交易却并不频繁。石料有大有小，小的只有拳头大小，大的有4米之高，被放在院落中间展览，被称为石王。石王四周围了一群人，他们在这块化石上摸来摸去，口中称奇。这块石王的售价自然是全场最高的，无人敢买，也很少有人买得起，一直放在这里。围观的人虽多，却无一人出手。龙玄也是被这块石王惊讶了一下，这只灵虫到底有多怕死，竟然会结成这么厚的石衣。这么厚的石衣，想必冻死谁都不会冻死它吧？这块石王的出虫率一定会非常高。龙玄下意识发动金手指的能力，果然如此。石王中间显示出进度 82.688732， 好家伙，小数点后足足有5位数。这代表隐藏在里面的有可能是一只成熟7万年以上的极品灵虫，而极品灵虫可是炼制极品蛊虫的必须材料。龙玄顿时眼睛一亮，心脏狂跳不止。有了极品灵虫，他即刻就可以开始自创极品蛊方，从而炼制出蛊修生涯的第一只极品蛊虫。要知道，极品蛊虫在整个方式可是一只都没有，拥有一只极品蛊虫对他来说还真是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如何以低调的方式将藏有极品灵虫的石王拿走，却需要他好好思量一番。直接买肯定是不行的，太过于引人注目，也没那么多灵石。他的目光忽然下移，当看到石王的标价后，顿时有些牙疼。好家伙，1000万标价，他们怎么不去抢？想灵石想疯了吧？1000万标价，他现在无论如何都买不起。掌柜的，你这定价不合理吧？就算这块石王真能开出极品灵虫，那这售价是不是也太高了？要知道，炼蛊可是有极高失败率的。龙玄看向石王旁一个正背着手的胖子，不解地问道：“这个胖子叫钱多多，正是负责这家店的掌柜。”闻声，胖子的圆脸上挤出笑容，转头看向这个蒙着面的少年，笑道：“外行了不是？谁告诉你，石头里最高只能开出极品灵虫啊？蛊虫的诞生原理就是群虫相互吞噬，虫界弱肉强食，以虫为食的灵虫，短时间内吃虫吃多了，自然也会机缘巧合变成蛊虫。虽然数量少，但自然诞生的蛊虫绝对是真实存在的。教你一个只有赌石大师才知道的道理：蛊虫一旦进入休眠，结出的石衣往往会非常厚。这块石王绝对有开出蛊虫的可能，而且多么逆天的蛊虫都有可能。一旦开出排行榜上，那些逆天蛊种卖多少亿都有可能。我这1000万的定价已经很低了，谅你也出不了这么多灵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这里恰好有一个活动，可以免费领走石王，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钱多多忽然神秘地说道：“愿闻其详。”闻言，龙玄眼睛一亮，顿时来了精神。蛊虫的能力是可以进行深度开发的，这种事你知道吧？钱多多先是反问道。龙玄摇了摇头，他是个无师承的小散修，什么知识都没人教，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见很多常识性的东西他都不懂。钱多多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耐心解释道：“人与蛊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是众生中智慧最高的，而蛊虫智慧最低，却拥有秒杀人类的力量。两者恰好可以结合，形成互补。人类的智慧可以让蛊虫发挥出更加可怕的力量，例如火球蛊。火球蛊的能力就是吐火球，但它智商低，不懂得变通，只会不停地吐火球。但人类是聪慧的。人类可以发散思维，让火球变大，变成大火球术，或让火球变多，变成群火球术。这在无形之间，火球蛊相当于又多掌握2种能力，战斗力暴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普普通通的蛊虫，在大智慧人手中都变成了极可怕的存在，让该蛊种身价暴涨。可以说，没有废物的蛊虫，只有废物的蛊修。只要你的智慧够高，想象力够大，那么蛊虫的能力将有无限的可能。绝大多数蛊虫都只有1种能力，而有大智慧的蛊修却可以给他们开发出第2种能力、第3种能力，甚至是第10种能力。看见那个投标箱没有？钱多多这时向石王旁的木箱一指：“我家小姐前阵子得了一只上品的元素系蛊虫。这个世界蛊修最渴望得到的蛊类，除了同系蛊虫，也就元素系蛊虫了。元素系蛊虫无实体，是一种能量形态，可以免疫绝大多数攻击。我家小姐当初抓到它的时候，可是花了不小的功夫。只可惜这只光蛊虫智商实在太低，能力是操控光线，却只会照明术。因此，我家小姐在这里广征众人的智慧，只要谁有想法，都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然后扔进投标箱里。谁开发出的能力能让我家小姐满意，可中标成为标王，将那块石王带走。”钱多多笑眯眯地看着龙玄，类似的话他已经不知和多少人说过。他很喜欢看别人那以为天上要掉馅饼的表情。闻言，龙玄心中一动，不过他又很快冷静下来，连忙质问道：“对吧？到底开发出多么厉害的能力，算是中标王？”
完全没有标准啊，这岂不是成了一家之言，最终解释权归他自己所有？万一有人的想法打动了他，他却舍不得送出，狮王昧着良心说没中标怎么办？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都成了冤大头，被他挨个白嫖一遍？我相信有我这种想法的绝对不止我一个。呵呵，又外行了，不是？钱多多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完全不恼，再次解释道：“你这句话可是说错了，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全天下就只有你一个。天下古修皆知我前世商人练的是诚信骨，诚信骨有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宿主做事必须诚信，否则就会被诚信骨反噬。最小的后果也是留下心魔修为，终生不得寸进。然有一弊，就有一利。正是因为诚信骨有如此弊端，所以全天下古修皆信任我前世商会购买修炼资源，都会优先选择我前世商会出售重宝，也必会优先考虑我前世商会。因为身具诚信骨的前世商人，绝不能以任何手段杀害客人，他间接行凶都不行。因此，我前世商会才会越做越大，成了这里最大的商会之一。前世商会能有今天的规模，诚信骨的约束绝对功不可没。我前世也因此立下所有管事者必练诚信骨的族规，所以你的担心完全多余。我家小姐绝不可能做出违心之事，更何况1000万，在我前世商会眼中就是个小钱而已，完全不值得拿性命冒险。只要你为光光古虫新开发出的能力够逆天，那么这块石王就是你的。前世商会说到做到，看到那群拿着纸笔冥思苦想的人了吗？你看他们有多信任前世商会。钱多多将胖胖的手指指向一个方向，龙玄顺指望去，果然那里有一群人拿着纸笔，或坐在台阶上，或坐在画室上，一个个皱眉苦思，或急得抓耳挠腮，神若癫狂，也不知杀死多少脑细胞。见到这么多人打算投标，龙玄对钱多多的话信了几分，他对自己的脑洞还是很自信的。生活在这个脑洞大爆炸的世界，这里的土著怎能与他相比？龙玄自信满满，拿出纸笔准备来的脑洞风暴，一举拿下标王。望着龙玄兴奋的模样，钱多多心中暗笑，又被他忽悠成功一个。现在的年轻人还真好骗，天下哪有白掉馅饼的好事？他是一句谎话没说。诚信骨确实拥有让人无法抗拒的约束能力，但他避重就轻，故意没说钱晶晶的标准。钱晶晶对那块石王很看重，在他看来，这块石王有可能开出极品蛊虫，有价值等于极品蛊虫的能力摆在他面前，将石王送出去才不会亏。也就是说，他的标准是将一只上品蛊虫开发成媲美极品蛊虫的战斗水平。怎么可能？就是神来了也办不到，这注定是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谁来了也别想中标。他诚心是在那玩人呢，他就从没有要将石王送出去的想法，他的标准就不是人类可以完成的，最后一定会通杀。钱多多再次感慨，小姐的狡猾实在太奸诈了，什么都不用付出就将所有人的智慧白嫖了，这简直就是在空手套白狼，偏偏又不会引起所有人的不满，让他们白送创意却不自知，这招绝了。钱多多露出一副奸笑，见龙玄正呆呆地站在原地冥思苦想，又道：这次招标一共是1个月的时间，你来的不巧，今天恰好是最后一天，距离招标结束已经不到1个时辰了，希望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想出一个不错的能力。话落，钱多多便转身离开，寻找下一个目标了。相同的话他要再重复给更多的人，他巴不得有越来越多的人过来乖乖献出自己的创意。而此时龙玄双耳不听窗外事，脑海中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脑洞大风暴。他双眼紧闭，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不能跑题。光蛊虫的能力是控制光线，可不是只要是光属性的能力就都能办到，所以光速攻击、光速移动、元素化这些能力就不用想了，光蛊虫绝无可能完成。控制光线可以衍生出的能力有很多，龙玄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可以将人眼致盲的闪光弹，这是最简单的用法。人眼之所以能看到万物，是因为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经过反射和折射进入人眼产生的。假如控制光线不再发生反射，那么人眼将处于一片黑暗中，什么也看不到。控制光线足以开发出让对手失去视觉的能力。如果控制千里之遥物体反射出的光线拐弯进入自己眼睛，那是不是可以千里视物？千里眼这不就开发出来了？如果让照在地表的光不再发生反射，那么光就会被地表吸收，最终变得越来越热，形成致命的高温，整个大地将会变成一个炽热的熔炉。这已经算是禁咒范畴了。如果人为改变光线的反射，反射的光线进入人眼后，会不会造成错误的视觉？比如敌人明明在你左边，视觉上看到的敌人却在右边，那这样的能力就实在太可怕了，谁遇到这样的对手都要头疼。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如果光蛊虫成长度够高，是不是可以控制一个地狱的光线不再落下来，将这片地狱变成永夜，让整片地狱的生灵都处于无尽的黑暗中？黑暗夜行之术这不就出来了？龙玄的脑洞控制不住了，继续发散。光可色散成红、橙、黄、绿、青、靛、蓝、紫，又可分解出紫外线、红外线、X 射线、伽马射线、无线电波。红外线可加速人体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消炎止痛，还能热成像夜视。紫外线、X 射线、伽马射线会对人体造成癌症等一系列危害，那是不是又可以将光中的所有危害射线提取出来，开发出一种死亡射线的能力？无线电波的作用更是多得数不过来。再说光的攻击能力，不提激光，就说凸透镜烧纸原理。凸透镜有折射光线的作用，会将光线汇聚在一个点上，产生燃烧纸张的力量。然而现代的技术做不了太大的凸透镜，汇聚的光线有限，产生的破坏力自然可有可无。但可以控制光线的光蛊虫就不同了，它完全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想汇聚多少光线就汇聚多少光线。当方圆百里的光线全部汇聚在一个点上，又会产生多么恐怖的破坏力？龙玄完全不敢想象。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能力的攻击力是没有上限的，因为这个世界的光是无限的。当汇聚在一起的光没有上限，那么产生的破坏力将是无穷大。在这
这种灭世级别的攻击力下，哪怕激光都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甚至激光都没有开发出来的必要。如此之多的脑洞，他觉得自己随便抽出几种能力，都足以成为标王了。龙玄笔下生风，快速将自己的一部分想法写了下来。其实他对操控光线的各种想法，仅仅是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算是纸上谈兵，实操还真不好说。毕竟他想出的那些能力实在太夸张了，怎么可能轻易实现？所以为了求稳，他不敢只写一种，但也不能写太多。他的脑洞岂止值10个亿，他将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脑洞都写了上去，同时太过于逆天的能力也选择了保留。想获得他全部的脑洞，就看他未来能不能拿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但仅仅是拿出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脑洞，也足够深奥了，怕那位大小姐理解不了。他写得很详细，足足写了好几张纸，最后将纸条折起丢进投标箱中。投完标后，他开始逛起这个赌石店，只要看到显示进度的化石，那就买。但除了那块石王，他没有再碰见第二个小数点后是5位数的化石。他很理智，只买了几十块就收手了。一方面是零食不够，另一方面也是不敢全买，生怕前世商会发现店内全是废料后会怀疑有人拥有能看穿化石的能力。尽管他的担心有可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不打算冒险行事。就算接下来中标后该怎么安全将石王带走，他也要谨慎行事，准备好好谋划一番。当场切石恐怕不行，开出极品灵虫会着火，将极品灵虫当场卖掉，身怀巨款也会着火。到时候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当宝物的价值高到一定程度，方士的禁杀令可能是无用的，带走恐怕更不行。一方面是他的储物袋是最低级的，空间狭小，根本不可能装下4米高的石王。就算他有大空间的储物袋，那么多人看见他带走价值1000万的石王，恐怕也会生出杀人夺宝的想法。到时候带走不行，不带走也不行，他将陷入两难境地。这就需要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破局方法。考验他智商的时候到了。在挑选化石的功夫，投标的时间很快结束了。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绝色少女从店内走出来，她纤腰一握，眼睛晶莹澄澈，却透露出一种狡黠之色。尽管脸上戴着面纱，让人看不清样貌，但仅看鼻梁以上就足以确定其有着沉鱼落雁之貌。也不知有没有谁摘下她的面纱就嫁给谁的规矩。她的出现让全场为之一惊，很多人都露出火热的目光。这部分人都是参与投标的人，只等着结果揭晓。现在已经心急如焚。此时正主终于出现，便有人再也等不及，急忙在人群中喊到：场面话就不用说了，快看投标箱吧，我的智慧绝对会让你眼睛一亮。少女很快轻蹙起眉头，她企图用广集众议的方法，快速为光光蛊虫开发出强大的能力。身为一只强大的元素系蛊虫，却只会照明术，着实有点丢人。这处方式并不是她的第一站，在这之前，她已经用相同的方法走了很多地方，但效果都不佳。这个世界的基础属性是金木水火土风雷7种，绝大多数人的属性都是其中几种，这7种之外的属性皆属于变异属性，数量极为稀少。光属性实在太冷门了，懂的人少之又少，以至于哪怕集广大智慧，收获也少之又少。这次又是这种情况，一个个自信满满傲的不行，真以为他们研究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结果全是无用功。大部分还都跑题了，口气大得很，说什么光速攻击、光速移动，他还不知道光的速度很快用得着你说。问题是光光蛊虫的能力仅仅是控制光线，与控制光线无关的能力根本办不到，更有甚者将已经存在的光属性能力超了过来。这些能力都耳熟能详，人人皆知，如光遇注、光球、光照，就好像他没看过书一样。那几个叫得最欢的更是狗屁不通，说什么光逆流能让时间倒流，他觉得这个人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直到其中一张纸条的出现，给了他眼前一亮的感觉。纸条主人的想法简直是天马行空，上面种种新奇的理论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让他大开眼界。比如人眼为什么能看到世界，光的反射和折射，这些学问他闻所未闻，打开了他的世界观，让他看得如痴如醉。尤其里面开发出的各种能力让他头皮一炸，简直秀得他头皮发麻，让他忍不住拍案叫绝。操控光线的能力竟然还能这么开发，简直绝了。他不得不佩服设计出这些能力的人，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眼看大小姐的眼睛已经在一张纸条上停留了很久，钱多多惊了，难道真有哪个鬼才研究出东西了？难得呀，走了这么多站，总算有收获了。钱多多露出笑脸，其余人这时候脸色都不好了，那是不是自己的纸条？他们还是分辨得出的。大小姐在别人的纸条上停留过久，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早早被检查过纸条的人更是脸色铁青，暗骂他有眼无珠，不识货，实在太没眼光了。自己那么伟大的创意，他竟然仅仅是扫一眼就丢下了，可是将他们打击得不轻。龙玄此时却是一副平静无波的表情，淡定淡定，意料之中的事，有什么好激动的？研究良久的钱晶晶这时终于将纸条放下。他向后招了招手，立刻有一只光团从屋子里飞了出来。光团完全就是光的形态，但诡异的是能看到眼睛，必是活物无疑。龙玄惊奇地看着这只元素系蛊虫，早听闻元素系蛊虫是没有实体的能量形态，今日一见，果然传言不虚。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露出兴趣十足的目光，心中感慨大自然的神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孕育出来。光团轻轻落在钱晶晶的掌心处，钱晶晶静静地望着他，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别人轻轻松松就能开发出一堆能力，而且一个比一个强悍，而这个小东西明明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自己的力量，他却只研究出一招照明术。你的智商在哪里？以后就叫你没智商算了。钱晶晶忍不住用灵魂传音吐槽道，随后他便将纸条上的诸多想法用灵魂全部输送进光光蛊虫的脑海中。他的小眼睛很快露出惊讶之色，似乎完全没想到自己的能力竟然还可以这么用，还可以这么强。钱晶晶着急去尝试开发这些能力，便懒得再看后面的纸条了，直接开口宣布到，时间不早了，接下来我宣布结果，本次中标者。钱晶晶看了一下纸条上的署名，然后加大音量道，是龙先生。谁是龙先生？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一片哗然，本来落针可闻的场地瞬间乱了起来，人群喧哗声一片。价值1000万的狮王花落人家了，有人露出羡慕嫉妒的表情，也有人的脸上满是不服。钱多多也惊呆了，彻底呆愣在那里。那可是1000万价值的超级狮王啊，就这么白白送出去了，这可和他的预想严重不符。在他看来，这块狮王不可能被送出去才对。大小姐也仅仅是用它来吊人胃口，并没有真将它送出去的想法。难道真有人想出的能力可以等于一只极品蛊虫的价值？这根本不可能。小姐什么都不必说，按照我说的做。钱晶晶看了他一眼，制止住他想要说的话。我不服，还有大半纸条没有看完，你凭什么确定标王就一定是他？你至少也要看一下我的纸条再做决定。没错，也许他的想法是不错，但就怕对比，你不看看我写的东西，又怎能确定他是胜出者？这不公平，我也不服。我要求看看他写了什么，公开公正也好，让我们心服口服。大部分人都没有自知之明，非要出来献丑，不打击的体无完肤就不会死心。然而钱晶晶显然没有当众公开纸条的打算，在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钱多多后，钱多多会意，立刻站出来大声喊道：够了！我们浅石商会的诚信股就是交代，只要有诚信股在，我家大小姐就绝对会做到公平公正。你们信不过大小姐，难道还信不过诚信股吗？仅仅是这一句话，顿时让在场人哑口无言。没错，一个诚信股足以压下所有声音，堵住悠悠众口。在这个世界，诚信股就是有这样的威力。钱多多扫了一眼众人后，快步向正在举手的龙玄走去。他心中微惊，他清晰记得此人明明是今天刚到的，甚至不足1个时辰。此人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想出了打动大小姐的能力。他可是深知大小姐的标准是什么，也只有想出的能力等于一个极品蛊虫的价值，才会让大小姐在诚信股面前不得不完成交易。他想出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到底厉害到何等程度才能等于一只极品蛊虫的价值？钱多多震惊万分，哈哈，承让了，承让了。龙玄依旧是淡定的模样，毕竟是早已经预料到的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抱拳向周围人拱拱手后，就迫不及待地向那块巨大的狮王走去了。此时众人在看到他瘦小的体型后，无不震惊。中标者竟然如此年轻，还是个孩子吧？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个孩子，这让很多人难以接受。钱晶晶看到纸条的主人后，眼中的惊讶之色也一闪而逝。显然没想到如此多稀奇古怪的想法竟然出自于一个孩子之手，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本来以为见识如此深之人必然是一个年迈的老学者，没想到会是一个少年。小友，你是打算现场切食，还是打算直接带走？现场切食我可以免费代劳。钱多多这时走到龙玄身边道：现场切食吧，我没那么大储物空间。龙玄摸了摸那块巨大的狮王，随口说道。闻言全场人顿时都来了精神，立刻全部围了过来，看别人解食是他们最大的乐趣，尤其要解的还是世所罕见的狮王，这让所有人激动起来，迫不及待地跑过来看热闹。正在选食的古修也都将手中的画石放下，兴奋地跑了过来。转眼的功夫，这里就围了一大片人。见他打算在这里谢狮王，钱多多面露喜意。在这里谢狮不仅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还能聚拢人气，刺激消费。若是出好虫，他还可以第一时间拿下，简直一举多得。钱多多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把红色的斧头，笑眯眯地看着龙玄道：这把灵斧是上品灵器，削铁如泥，再厚的化石都能切开，你打算先切哪里？龙玄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那把上品灵器一眼后，用笔在化石上画出一条线，几乎在化石中心处一分为二。他能看到化石中灵虫的进度，看数字出现在什么位置，也就基本能判断出灵虫在什么位置。从数字的高度和宽度上，大致也能判断出石中灵虫的大小。这一刀下去，正好可以和那只灵虫擦肩而过，完美避开它的位置。也是前世翡翠赌石场的所见所闻给了他灵感。在赌石场，你切几刀后没发现翡翠后，大可以将剩料卖出去。当然，因前几刀的失败，在卖出剩料时价值会大大降低。但有人心存低价捡漏的心理，还是会出钱交易。而龙玄的计划就简单了，利用金手指能确定灵虫位置的特性，他完全可以装作前几刀失败，然后卖出剩料，而他会将灵虫所在的位置切成拳头大小。如此小的剩料，有虫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在价格偏高的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人购买。所有人都只会盯着体积最大的剩料，到时候他完全可以将拳头大小的剩料随手带走，从而瞒天过海。此时龙玄装出一副很是紧张的模样，搓着手向那条线道，就先从这条线切下去吧。钱多多的灵斧从手中飞了起来，轻轻的由上而下劈下，没见多有力化石却像豆腐一样毫无阻力的被劈开一道缺口。为避免伤到里面的灵虫，灵斧不是一下将化石劈开，而是小心翼翼的一层一层剥，有点浪费时间。此时所有人瞪大了眼睛，屏住呼吸，眼睛眨也不眨的紧盯着石头裂缝。当化石一分为二的时候，人群立刻乌泱乌泱的围了过来。见切面圆滑平整，所有人大失所望，竟然没有出虫。龙玄也顺势露出一副十分失望的表情，表情要多难过有多难过。钱多多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别气馁，这么大体积的化石没切到位置很正常，好东西肯定在别的位置。闻言，龙玄的眼睛立刻有了光彩，拿起笔又在两块化石中间的位置画了一条线。这一刀下去，化石会变成4份，而线条又是巧妙的避开了灵虫所在的位置，与灵虫完美的擦肩而过。麻烦你了，顺着这条线一刀切下去。龙玄斩钉截铁道：好。钱多多再次操控他那把灵斧，重复刚才的步骤，一刀接着一刀。在所有人紧张的目光下，两块化石再次一分为二。不出意外，切口平整，并没有出虫，竟然又没出虫。人群惊呼出声，有点骚乱。切时往往就看前几刀，开始在中心处横竖切几刀后，一旦没出虫，希望将很渺茫啊！一个体积如此大、卖相如此好的极品化石竟然没出虫，这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并露出难以置信之色。不少人开始幸灾乐祸，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怎么可能？龙玄露出错愕的表情，急忙冲过去，在切口处擦了又擦，神情焦急万分。这里。
再继续给我切。龙玄疯狂地再次指出几个位置，此时的他就像一个失去理智的赌徒。这么多年来，钱多多已经见多了这样表情的赌徒，见惯不惯。他无奈摇了摇头，操控灵斧按照龙玄划定的位置继续切时，不出意外，灵斧又是完美避开了灵虫所在的位置。此时龙玄理智全无，再次划线继续切时，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当天色渐渐暗下来，这块巨大的石王竟然不知不觉已经被切成了50大块，还有一地碎石，切出了这么多份，却依旧没见到灵虫的踪影。所有人意兴阑珊，大失所望。刚开始切时那紧张刺激的心理，到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有不少人已经摇头离开。在众人看来，切了这么多刀没出虫，基本上已经没戏了。很多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这个可怜鬼。龙玄一屁股坐在地上，像是失去了魂魄，目光呆滞，喃喃自语：这怎么可能？这么大块石头怎么可能不出虫？这没天理啊！钱多多也一副茫然的模样，迷惑不解，这不应该呀，明明必出虫的，怎么会没虫？真是见了鬼！小伙子认命吧，这就是赌石，在赌石界没有100%会出虫的石头，否则钱氏商会早把这块石王亲自切了，岂会留到现在？还不是想卖给别人转移风险？人群中有位老人劝慰道，然而他的劝慰并没有什么作用。龙玄依旧是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眼神绝望，像是天要塌下来一样，那演技能拿奥斯卡小金人。不，我还没有输！龙玄忽然疯狂起身，对着周围人大声喊道：这块石王里面一定有虫，只是我恰巧避开了灵虫所在位置，仅是我运气不好而已。灵虫一定在这50块石头中的某一块，我打算把这个好机会让给诸位。现在50块化石我有意出售，谁能买到带灵虫的化石，就看各自的运气了。闻言，在场所有人都笑着摇了摇头，这是真拿自己当傻子了。基本已经确定赌垮的石头，谁还会去买？谁买谁傻。然而接下来龙玄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我打算每块化石以1000灵石的售价出售。现在谁愿意第一个上来抽奖？我在周围众人脸上扫了一圈后，忽然大喊道：虽然我就算卖贵一点，也有人会买，但携带太多灵石在身上，极易被人盯上。我宁可少赚些，也要保证绝对安全。这一刻，所有人的表情都不淡定了。方才还嘲讽谁买谁傻的人，此刻全都动了购买的心思。没办法，实在太便宜了。原本1000万售价的石王，如今只需1000灵石就能换走他1/50的部位碰运气。尽管此刻基本可以确定赌垮了，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万一灵虫真的躲在某块化石里没被发现呢？这在理论上完全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价格低廉，即便赌输了，损失也完全承受得起。可一旦赌赢，以这块石头的卖相，什么样价值的灵虫都有可能开出来，到那时可就真的发了。这完全值得一赌，简直是一本万利。谁不赌才是真的傻。众赌徒皆呼吸急促，目光里满是贪婪。这时他们才终于意识到，我是无成本拿下这块狮王的，所以才敢低价销售，根本不用心疼，只要卖出去就都是赚的。纷纷暗叹我是个奸诈的小鬼。我很满意众人的反应，果然爱贪小便宜是人的共性，只要价格足够低，就一定会有人心存侥幸。我的计划成功了。钱多多此刻彻底懵了，他从未想过赌石还能这么玩。以前所有人都是直接将化石切成无数碎片，要么打包带走，从没有切几刀就低价卖剩料的先例。直到今天，他才见识到这种全新的玩法。不得不说这招极高明，精准利用了赌徒以小博大、爱捡便宜的心理。他们还真愿意花灵石购买，尽管每块赚的不多，但总比全部亏掉强。更何况我今天没花一块灵石，只要卖出去就是纯赚。事情最终不出意外的按照我的安排发展，几十块化石被疯抢一空，众古修都失了理智。没多久，所有化石就被抢夺殆尽，最后只剩下一些切石留下的碎石。我顺势收了起来，这些碎石大多只有手指大小，最大的也不过拳头大，没人会关注它们。我没提售卖，也没人主动询问购买。就这样，那只极品灵虫神不知鬼不觉地留在了我手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回到家中，我捧起那块拳头大小的化石，激动地看着，机关算尽，终是落于我之手。也不知这次的收获能否让我成功自创出极品古方。我轻轻抚摸着石头，眼神里满是期待。把玩片刻后，我开始切石。化石体积不大，没花多长时间，一只长得像眼睛一样的东西就被我掏了出来。这只灵虫在这一刻苏醒，缓缓睁开眼，眼底却透着一股邪气，看上去颇为不祥。这个世界连能量形态的元素系蛊虫都有，出现一只长得像眼睛的灵虫也不足为奇。我丝毫没有意外，反而满心激动。我清楚，这个世界的蛊修，若论最想血气的蛊虫，元素系排第二，排第一的绝对是铜蛊。铜蛊也是当前世界最稀有的蛊类，绝大多数内蛊吸食蛊修的灵力或气血，唯独铜蛊虽为内蛊，吸食的却是蛊修的精神力，自成一套体系。铜蛊以精神力为食，能施展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幻术。每种铜蛊先天都会携带一种强大的幻术，往往比蛊修能学到的幻术更强。也正因如此，铜蛊在这个世界才有如此超然的地位。如今一只铜虫出现在眼前，我怎能不激动？以前我自创蛊方，从不敢用太过稀有的材料，毕竟很多材料可遇不可求，甚至百年难遇，运气不好一辈子都见不到。若是找不到材料，就算把蛊方研究的再强也没用。所以我的计划一直是根据自己收集到的稀有材料自创蛊方，而非先创蛊方再满世界寻找材料。现在稀有材料有了，我完全可以以这只铜虫为主材，自创出一种铜蛊。而这只铜蛊的研究方向，我心中早已确定。每种铜蛊携带的幻术我无法决定，但它的基础能力我却可以把控。别的方面我不在意，但这只铜蛊必须拥有我一直惦记的显微放大能力。我赶忙拿出纸笔，跑到桌椅旁坐下。
兴致盎然地开始自创第二个古方。这只眼睛模样的灵虫，或许是远古时期就已灭绝的虫种，但我连现有虫种都认不全，更别说这种灭绝的虫类了。但这并不妨碍我早已发现，我的金手指是以宿主的认知为主，而非这个世界的种种名词。哪怕我用现代汉字自创古方都可以。这个世界未被命名的微生物，我随便起个名字，金手指也能完全识别。既然不知道这是什么虫种，那就随便命名，不用在意好不好听，就叫石中眼。反正同一种东西在不同地方往往有不同叫法，这虫子在我这里叫这个名字，又有何妨？我很快在纸上写下石中眼3个字，不出意外，金手指完全识别，立刻出现了进度。我下笔如有神，忽然想起农村一句老话：牛眼看人大，鹅眼看人小。鹅之所以喜欢刀人追着人跑，或许就是因为它看人像小东西，而牛把人看成牛棚那么大，所以才任劳任怨，被鞭子抽也不敢反抗。既然牛眼有事物放大的能力，我首先就想到了将牛眼加入古方。古的原理是群虫相互吞噬，我也不知道把非虫类的牛眼放进去行不行，但有金手指在，试一试又何妨？反正不用付出任何成本，顶多浪费几秒钟时间。我提笔将牛眼写上去，古方的进度立刻出现了微幅上涨。我嘴角露出笑意，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这一刻我终于明白，炼蛊不必墨守成规，材料也未必必须是虫类，我可以大胆尝试一些常人不敢想的材料。如此一来，蛊之一道的上限就大大提升了。有了牛眼的启发，我很快又想到了鹰眼。鹰眼同样有放大物体的能力，甚至更加锐利，能看清10公里开外的猎物，仿佛近在眼前。若是在古方中加入鹰眼，说不定还能让我拥有千里眼的能力。当我写下鹰眼2字后，古方的进度再次变化，而非消失，这证明我又成功了。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研究古方的日子。我每天除了躲在家里钻研，就是去极西方市收集古方所需的材料，顺便捡漏疯狂敛财。我已然看出，这第2个蛊虫的造价恐怕会是个天文数字。值得一提的是，同一种材料往往会被多种古方用到，在只有一种材料的情况下，金手指会优先判定需要材料最多的古方。这个世界的蛊虫品质由灵虫品质决定，而蛊虫能携带多强的能力，则完全由灵虫数量决定。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材料多的蛊虫未必比材料少的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天道对强弱的判定与人类不同。比如看似弱小的照明类蛊虫，经过开发后未必就弱，更何况蛊虫还分实用型与非实用型、战斗型与非战斗型。耗费上万材料炼出的蛊虫，可能只携带不实用的辅助能力，毫无战斗力。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古时天地灵力充沛，灵虫遍野，古修可以不计消耗的研究古方。那时的古方往往长得离谱，传说有的古方堪比一本书，材料多达数亿，没有任何炼蛊器皿能装下。炼蛊时只能以山川盆地为米，甚至以天地为米。古成时会天地骤变异象降临，威力恐怖至极，甚至能操控空间与时间之力。所以若是金手指按材料数量判定，我创出的古方材料数量或许会多到难以想象，哪怕进度出现小数点后7位数都有可能。尽管明知道古方越长，耗费的时间和物资越多，且炼出的蛊虫未必更强，但为了追求完美，我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了下去。我甚至不敢想象，这个看似漫长的古方最终会花掉我多少灵石。所幸我之前自创的小强蛊口碑已经慢慢发酵，有个叫李二牛的蛊修，在与对手比拼时以伤换伤斩杀了对方，自己也被对方临死一击洞穿心脏，却靠着小强蛊活了下来。这件事轰动一时，小强蛊也因此一夜成名，彻底打开了销路，每天前来交易的人络绎不绝。若不是我怕别人发现我炼蛊成功率100%的秘密，真想每天不限量售卖。靠着卖小强蛊，再加上时不时去地摊赌食店捡漏，我赚得盆满钵满，倒也能支撑起第2个古方的消耗。当然，所有交易我都是乔装打扮完成的，每次都蒙着面，伪装成不同的身份。尽管方式有禁止杀人夺宝的规矩，只要不携带重宝就不会被盯上，但生性谨慎的我还是决定稳字当头。时间匆匆，2年光阴转瞬即逝，我的修为依旧停留在巨灵初期，没什么长进，我也早已彻底麻木。所幸我寿元充足，资质不够，时间来凑，我坚信自己早晚能站在世界之巅，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说起寿元，我虽然修炼资质极差，但修炼养生功法却是天纵奇才，短短2年时间就将长生精炼到了第12层，寿元暴涨100年。所以即便过了2年，我依旧是那副不到18岁的少年模样。年轻的有些离谱，寿元增加，成熟的时间也随之拉长，这也让我有些苦恼。至于新古方的研究，我耗费2年时间，终于成功完成，其中大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摸索上。尽管我早已做好材料繁多的心理准备，但当看到3000多份材料的古方时，还是吓了一跳。要知道，普通散修炼蛊用几十种材料就足够了，多的也不过几百种，我这几千种的数量简直离谱。这其中不乏许多价值昂贵的上品灵虫，光是炼成本就已是天文数字，粗略估算要数百万灵石，贵得令人啧舌。我这些年逛遍方士，靠金手指淘了不少宝贝，卖了无数小强蛊，东拼西凑，才总算凑齐了一份材料所需的灵石。而这次炼蛊也几乎掏光了我的所有身家，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耗费如此巨资和时间。若是蛊成后没有携带强力幻术，我心态恐怕真的会崩。我深吸一口气，将所有材料取出，逐一放进一个大鼎中。灵虫数量实在太多，原来的蛊中根本装不下，只能用大鼎将所有灵虫放入鼎中，盖好盖子后，我便开始观察进度。
若是没有进度，就意味着无法成蛊。我就会把所有灵虫取出来，改变顺序，重新放入。这个步骤反复重复了37次后，大鼎终于出现了0%的进度。与此同时，鼎中的灵虫瞬间全部安静下来。那只散发着邪气的石钟眼十分诡异，凡是被他注视的灵虫都会定在原地，目光呆滞，一动不动，仿佛被拉入了幻境，灵魂被困在幻境中，身体则被这只邪虫一点点吞噬。进度出现，我长舒一口气，幸好没有耗费太久。不同古方的成蛊率不同，短的2次就能成蛊，长的可能上万次都不行。我真怕这是个成蛊率极低的古方，毕竟这么多灵虫，折腾起来太过麻烦。接下来便是耐心等待。我十分好奇，这只造价昂贵的铜蛊会携带怎样的幻术？这种开盲盒的感觉让我既紧张又刺激，等待的时间总是格外漫长。我时不时就去查看大鼎的进度，心急如焚。或许是蛊的品质越高，成蛊速度越慢，这只蛊竟然让我足足等了9981天，简直度日如年。因为有进度提示，成蛊之日，我早早就在旁等候。当进度变成100%时，我精神一振，立刻掀开鼎盖，只见一只邪气凛然的铜蛊趴在鼎中央，正瞪着眼睛看着我，目光妖异至极。我迫不及待地滴血，与它完成了血气。我虽没亲自练过铜蛊，但也知晓铜蛊属于内蛊，体积偏小就寄生于眼睛，体积偏大则寄生于眉心。龙家有一门独门铜蛊方，龙老还亲手练过一只，所以我对铜蛊的使用方法并不陌生。这只铜蛊体积偏大，我便将它放在了眉心处。铜蛊在我眉心趴了片刻，便本能地破开皮肤，钻进了眉心中央。皮肤很快愈合，毫无缝隙，远看根本看不到伤口，更看不到里面藏着一只邪眼，隐蔽性极佳。与此同时，我感到眉心一阵刺痛，精神力疯狂向眉心抽调，被铜蛊疯狂吸食。铜蛊吃饱后，便将它的能力赐予了我。至此，我与它完成了共生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铜蛊并非人人都能炼制，对蛊修的精神力要求极高，精神力不足者，在此步骤就会被吸干精神力而亡。我虽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力到底有多强，但两世为人，精神力强劲是所有穿越者的共同优势，所以我对自己的精神力充满信心。我毫无不适地与铜蛊完成了共生，完全能负担起对它精神力的供养。同时，我也知晓了这只铜蛊携带的幻术元界。元界能将现实世界的景物完美复制成幻境，幻境中的一切都与现实一模一样。身处其中的人根本无法通过寻找与现实的不同来识破幻术。这种绝对真实的幻境，能让众术者身处幻境却不自知，这便是它的强大之处。我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试验起铜蛊的基础能力。意念一动，我眉心处缓缓张开一只眼睛，散发着妖艳的邪气。我紧闭双眼，试着用这只眼睛去看世界。随着精神力的注入，眼前的世界开始一点点拉长放大，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显微放大能力。我欣喜若狂，没想到真的成功了，竟然凭着自己的摸索，造出了能放大微小物体的能力。我屏住呼吸，平复跳动的心脏，开始测试铜蛊的极限。我加大精神力的注入，视野进一步放大，很快进入了微观层面，能清晰看到微米级的生物，终于可以去寻找水熊虫了。但我并不满足，继续放大视野，渐渐能看到空气中漂浮的细菌和病毒。此时的眼睛已经能看到内米层面，我依旧没有停下，疯狂注入精神力，视野再次放大100倍、1000倍。随着视野不断放大，眼前的画面以中心为起点快速向四周移动，让我有些头晕目眩。不知放大了多少倍，我已经能看到分子，再进一步又看到了原子核。我的心脏狂跳不止。我最初创造这种能力只是为了防止被人下蛊，顺便抓捕水熊虫，却没想到这只铜蛊如此给力，竟然能放大到原子层面，而且这似乎还不是极限。灵虫变成蛊虫后，成长度会归零，重新开始。现在这只铜蛊还只是成长度0%的婴儿，婴儿时期就有如此威力，若是等它成长到成熟体，又会强大到何种地步？我简直不敢想象。这只铜蛊的放大极限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一旦成长度拉满，或许能探索到比前世已知更微小的世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那个未知的微观世界了。我开始思索如何将这种能力利用起来，不能只拥有放大功能，却发挥不出实际作用。我不久前才知道，蛊虫的能力可以深度开发，哪怕只有一种能力，蛊修也能凭借脑洞让它变得复杂多样。放大物象看似不起眼，没有杀伤力，但我自负脑洞出众，非要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出几种能力，哪怕只是辅助能力，我也要把它开发成堪比近招的存在。放大物象能做什么？我的脑洞飞速运转，我首先将铜蛊开到极致，在屋内扫视一圈，发现视野放大到极限时会有轻微的透视效果，但仅限于极薄密度极低的物体。想要看清化石里面的灵虫还做不到，只能透视地面薄薄一层，无法穿透太深。但即便如此，我也已经十分知足，就算能穿透地下深处，没有夜视能力也看不清里面的东西。很快我又想到，或许可以用这种能力放大别人的灵丹、灵虫、饲料、毒药等资源，通过微观解析破解他们的配方。紧接着我又意识到，这种能力或许能让我实现身法入微。所谓身法入微，就是用最小的幅度躲避对手的攻击，在实战中极为实用，至少能节省大量体力。这样一来，这只铜蛊的实战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但这还不够，这些能力的杀伤力不够恐怖，我要开发的是近招，是不弱于光锯术的强力招式。我的脑洞继续扩散，目光投向窗外，放大远方的景物。如此一来，我便像拥有了千里眼。其实我的蛊方中加入了大量鹰眼，即便不用这种放大能力，我的正常视力也已经能看得极远，算得上是小千里眼了。千里眼与放大能力结合，其威力极为恐怖，看得万里之远也并非不可能。只是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还需要铜骨提升成长度，或是完成蜕变。所谓蜕变，就相当于古修的进阶，古修不断进阶，蛊虫想要跟上脚步不被淘汰，自然也要不断提升。只是蛊虫的提升与古修的进阶体系不同，所以称之为蜕变。蛊虫的蜕变全靠进食，每只蛊虫的蜕变条件都不同，蛊虫自身不知道该吃什么才能蜕变，需要古修亲自研究摸索，而且满足蜕变条件的东西不止一种。每只蛊虫都有无数条蜕变路线，有强有弱，选择哪条路线也需要古修费心考量。总之，蛊虫蜕变全靠吃，可能吃其他蛊虫，可能吃固体材料，也可能吃丹药等人造物。若是吃不对，就算等1万年也无法蜕变；若是吃对了，就能快速完成蜕变，甚至短时间内连续蜕变多次，进阶速度比古修快得多。也正因如此，哪怕古修境界很高，也能在极短时间内培养出与自身境界相符的蛊虫。若古修的境界分为巨灵期、洗髓期、灵海期、出窍期，那么蛊虫的蜕变就对应反骨、灵骨、七骨、一骨。目前我还没找到这只铜骨的蜕变方法，但我距离洗髓期还很远。这件事完全不用着急，千万别想着以巨灵期的境界直接培养出一只一骨。虽说能做到，但主仆双方实力差距过大，后果不堪设想。要么蛊虫反仆为主，要么古修被反噬，所以我没有急于研究它的蜕变路线。当前首要任务还是继续开发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并没把远视能力放在心上，看得远又不能伤敌，但当我看向地面时，彻底不淡定了。我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透视能力，却忽然发现千里眼竟然能与我的金手指搭配使用。要知道，我的金手指可以无视障碍物阻隔，比如裹在化石里的灵虫，哪怕我的眼睛看不到，视线被厚厚的石皮挡住，也能看清化石深处的进度。正是这个特性，在千里眼的加持下，我竟然能看到地下极深处的进度。尽管不知道出现进度的是什么东西，但这个发现让我瞬间呼吸急促，再也坐不住了。这个能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可以轻松找到地下的灵石矿脉、金属矿脉、化石矿脉，甚至有可能发现古墓。这简直是数不清的财富和机缘！发了，彻底发了！我激动地在屋内快步走动，差点忍不住大笑出声。淡定，淡定，切勿大喜大悲。我强行平复激动的心情，继续开发铜骨的能力。作为首次在这个世界出现的新骨种，发明者拥有命名权。我思索片刻，给它命名为天机之眼，自觉这个名字十分贴切。给铜骨命完名后，我眼睛一转，借着天机之眼的远视和轻微透视特性，望向了龙老的住处。一座简陋的茅草屋内，身材壮硕的龙老盘膝坐在草垫上，身前一个炼丹炉正被他用灵魂力操控着，漂浮在半空中。炼丹炉下，一团紫色火焰燃烧着，散发着灼热的温度。龙老操控着紫火，在炼丹炉下反复烘烤，火候时大时小。没过多久，炼丹炉内的材料就全部烧成了灰烬。该死，竟然又失败！龙老暴跳如雷，情绪激动地咆哮着：就差3种材料，就差那么3种材料，临门一脚，怎么就是迈不过去？已经10年了，就这3种材料，磨了我10年，真是该死！白花丹是提升巨灵期修为药效最强的灵丹，没有之一。只要我能补全这张残方，龙家的实力就能再上一个台阶。可这一步，我怎么就是跨不过去？这次失败，到底是材料不对，还是成功率的问题？此时，他不远处的桌子上正放着一张古朴的丹方，散发着岁月的气息，显然已经流传了很久。但这张丹方却是残缺的，缺了一角，而缺失的恰好是3味最重要的主材，价值极高，缺一不可。又恰好这张残方被极远处的我看得一清二楚。龙老也太不小心了，丹方这种机密之物怎么能随便乱放？望着桌子上的残缺丹方，我若有所思。龙老这些年一直闭关不出，难道就是为了修补这张残方？我心中感叹，别看这残方只缺3种材料，但对别人而言，补全残方需要巨大的试错成本，每试验一次都要花费海量的时间和资源，而且试验失败后还未必能判断出是材料不对还是操作不当导致的失败。要知道，任何世界的炼丹都有极高的失败率，所以哪怕残方只差3种材料，若是运气不好，花费几10年也未必能补全。试验次数多了，就算家里有座金山银山，也早晚会被耗光。补全残方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掏光身家也未必能有结果，更何况缺失的还是开头3味最昂贵的主材，需要用最珍贵的材料反复试验，高昂的成本无疑又加大了补全的难度。然而对别人来说难如登天的事，对我而言却易如反掌。天机之眼的古方3000多份材料都被我摸索出来了，还差着区3种。我补全残方不用耗时耗力的反复试验，而且零成本，就算用在昂贵的材料试错，我也毫无压力。区3种材料对我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更何况丹方名叫百花丹，已知的97种材料全都是花，那么剩余3种材料必然也与花有关，在限定灵药品阶范围就更小了。百花丹，难怪龙老的药园里会全种花，原来如此。我眼睛转了转，眼神中露出激动之色。炼丹师啊，我发现自己貌似能成为炼丹师。我通过千里眼加透视能力，龙老的炼丹过程一览无余，完全可以偷学炼丹术，偶尔还能顺几张丹方出来。我越想越兴奋，在这个世界，炼丹师是比古修还要稀有尊贵的职业，他们极为敝帚自珍，炼丹术和丹方极少对外泄露。这也导致每位炼丹师都掌握独门丹方，自成一派，门派之见极重。如今有偷学的机会，我岂能不激动？正因为炼丹师过于稀有，他们的身份才格外尊贵，地位超然。灵丹能提升蛊修破境率，治愈伤势，甚至能让蛊虫脱胎换骨，对每个蛊修都有着致命吸引力，也让蛊修们争相讨好炼丹师，不敢有丝毫得罪。得罪炼丹师，无异于捅马蜂窝，会招来数不清的强敌。也正因如此，灵丹同样稀有，从未出现过烂大街的情况。若是我能成为炼丹师，炼出百花丹，每天靠嗑药修炼，修炼速度提升10倍都有可能。
我实在受够了那慢如蜗牛的修炼速度。既然资质不够，那就用修炼资源来凑。灵丹难买，丹方难学，那就自创。等百花丹无用了，就再自创千花丹、万花丹。我很快就对自己未来的修炼之路做好了规划，心中打定主意，我全神贯注地继续观摩龙老的炼丹过程，甚至将细节放大，力求尽快将炼丹术偷学到手。很快一天过去，龙老累得虚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呼噜声震天响，即便我离得老远也能听到。我收起天机之眼，尽管神色疲惫，脸上却满是兴奋。这一天的观摩让我收获不菲。我快速坐到桌椅旁，拿出纸笔忙活起来。很快纸张上便写满了字，最后在上方写下紫魔焰3个大字。心满意足地看着。对于炼丹师而言，火焰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丹方。强大的火焰能提升灵丹品质和炼丹成功率，温度不足便炼不出高品质灵丹，因此火焰也是炼丹师的不传之秘。炼丹师用火灵力凝聚的火焰温度远远不够，想要炼出高品质灵丹，只能寻找特殊火焰，要么用地火，要么用兽火，要么用人造灵火。灵火需耗费稀有材料炼制，配方极为珍贵，高明的灵火配方甚至不逊色于天火。而我记录下的紫魔焰，正是龙老的独门秘宝，龙家的不传之秘。想来是龙老粗心，竟将配方从储物袋中拿了出来，才让我轻而易举得到。捧着这张默写的灵火配方，我欣喜若狂，但也清楚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炼化紫魔焰难免会被龙老发现，到那时我唯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决定借鉴紫魔焰配方，自创一种更强的灵火。此前我对灵火制作一无所知，无从下手，如今有了模板，便知道该用哪类材料，哪种方法。自创灵火或许并不是难事，无非是耗费时间罢了。我精神再次亢奋起来，重新拿出一张白纸。自创灵火的第一步是确定火焰的特点和能力。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前世小说中那种散发寒气的火焰。虽说这个真实世界从未有过寒火，燃烧释放热量是常理，寒火看似违背科学，但我还是想尝试一番，反正无需成本，顶多浪费时间，万一成功了呢？我先为这种灵火取名寒冰神焰，这相当于命题自创，若创出的火焰与寒无关，残方便不会显示进度。写下题目后，我想到前世消石制冰的原理，这个世界也有消石，且富含灵力，制冰效果或许更强，便毫不犹豫地在题目下写下消石。笔落瞬间，纸上出现0.1%的进度，我喜出望外，看来小说中臆想的火焰在这个世界真的有可能实现。2天后，我蒙着面再次来到热闹的方式，一来是收集百花丹材料，二来是碰碰运气买个炼丹炉。龙老耗时10年都没补全的百花丹方，我只用了2天就补全了，大半时间还都用在了研究寒冰神焰配方上。我也看出来了，寒冰神焰配方是个大工程，且我对灵火材料毫无经验，只能靠运气摸索。又用了2天就补全了。百花丹的材料不难收集，龙老药园里的灵花都是原料，我只需收集3味新增的主材料即可。这3味主材料虽是一品灵药，价格不菲，但在方式中只要有灵石就能换到。唯一麻烦的是炼丹炉，炼丹师稀有，炼丹炉也成了稀有产物。今日方室格外热闹，不远处的争吵声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方是满脸凶相的刀疤脸散修，另一方是13、14岁的光头小药童，听称呼便知与炼丹有关。我好奇地凑了过去，原来小药童在卖废丹，刀疤脸斥责他卖没用的东西，小药童却伶牙俐齿地辩解，说废丹可当毒药，可为灵虫，说不定还有人能变废为宝。我来了兴趣，拿起几颗废丹查看，忽然想到我有天机之眼能放大万物，或许能查看废丹的微观形态，破解其中的丹方。于是我决定买一部分废丹，转而向小药童问道：听说你是古丹师的药童，我需要一个炼丹炉，你可有？小药童果然转移了注意力，答道：我有一个，但我自己要用，卖给你我就没得用了。我心中一喜，连忙说道：任何东西都能卖，只是价码不够，想必你有门路再弄一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出1000块灵石。猜得没错，小药童有个炼器师学徒朋友，1000灵石足够他换个新的，还能有余。可他却摇头道：我不要灵石，我要你的小强骨。我愣了一下，劝道：你这体型不适合肉身开团，养几只外骨做保镖更合适，小强骨更适合虎背熊腰的壮汉。小药童却执意要换，我便不再劝说，说道：换可以，但我的小强骨早已不止1000灵石的价格，这样吧，每种废丹给我10颗，当做补差价。小药童立刻点头，捡起废丹，又拿出一个青色3角炼丹炉，将废丹放进炉中递给我。我接过炼丹炉，扔给他一瓶小强骨。小药童欣喜收下，立刻收摊离开。一旁的刀疤脸彻底傻眼，见我要走，连忙拦在我身前，讨好的说：小有留步，我也想换小强骨，我用灵药换，这些都是我亲自采的，你随便挑。我接过他的储物袋，惊喜的发现里面竟有我要找的3味主材料，而且数量不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将灵药全部收下，扔给他一瓶小强骨，便转身离开了。从方室回来时已是深夜，因不少人要换小强骨，又有散修讨价还价，耽搁了不少时间。不过收获喜人，之前炼制天机之眼耗光了我的小金库，这次出手一批小强骨，总算回了血。我也清楚，寒冰神焰是耗资源大户，必须尽快攒够灵石。虽说已是深夜，但炼丹材料已经备齐，我兴致正浓，立刻拿出炼丹炉，准备尝试人生中第一次炼丹。通过观摩龙老，我对百花丹的炼制方法已经了如指掌。百花丹需要100份灵花材料，药力极为强劲。我按照偷学的方法，调动火木双属性，掌心催发出一缕火焰，成为炼
炼丹师需满足火木双属性、先天灵魂强大、火灵力控制精细3个条件，这3个条件将绝大多数人挡在门外，也造就了炼丹师的尊贵。我目前的灵魂力还不足以托起炼丹炉，只能将其放在地上，操控掌心的火焰落在炉底预热。炼丹的第一步是高温剔除灵药杂质，取其精华，这一步极难，温度过低会让杂质与精华融合，过高则会将两者一同粉毁。哪怕经验丰富的龙老也经常失误。我集中全部注意力，见丹炉温热，便丢进一株灵药，正要调整火候，却震惊地发现丹炉上显示出提纯进度0%。我忽然想起，第一次炼蛊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原来金手指的进度显示不仅局限于死物活物，还包括正在做的事情。有了进度提示，提纯就变得简单起来，进度稳步上涨。就维持当前操作，进度异常就及时调整火候。原本千难万难的提纯步骤，对我而言变得轻而易举。我一个新手，第一次提炼灵药竟几乎没有出错，很快就将100株灵药全部提纯完毕。除了几株因火候过猛被粉毁，其余都成功提炼出精华，装进药瓶整齐摆放。接下来便是将灵药精华按比例倒入丹炉，在高温下融合凝固，用灵魂力凝结成丸。这一步极其考验灵魂力，一旦出错，所有材料都会尽毁。但我并不慌张，按顺序倒入精华，生火加温，用灵魂力仔细观察炉内情况。丹炉上再次出现了炼丹进度。随着时间推移，我额头渗出细汗，神情紧绷，不敢有丝毫松懈。凭借进度提示，我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所有步骤。当进度跳到100%时，我大喜过望，立刻打开炼丹炉，浓郁的丹香瞬间弥漫全屋。炉内满是金色的灵丹，足足有9981颗，这是满丹，代表步骤完美，没有一颗废丹。唯一可惜的是火焰普通，灵丹品质不算顶尖，但我已经十分知足。我抓起几颗百花丹扔进嘴里，将剩余的收好，随后便继续研究寒冰神焰配方。